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开始访问新加坡，这是他此次出访的第3站。此前他还访问了越南、柬埔寨，之后还将到访韩国。在访问越南时，南海局势稳定成为双方强调的关键词。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还强调，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而柬埔寨首相洪森也特别提到，任何外部恐吓诱拉都不会动摇柬发展对华合作的决心。王毅在访柬时提出，愿同柬埔寨人民一道，全力推进中柬各领域合作，让中柬友谊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一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新加坡外交部此前一天发出文告说，王毅访问期间将拜会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并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会晤。新加坡媒体称，这是王毅今年首次访问新加坡。在这之前，中新两国外长今年上半年以2次面对面会晤，分别是维文今年3月底和6月初访问中国福建和重庆。从王国伟的这次访问来看，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经济合作方面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实际上他的东南亚之行，经济合作和防疫是2个最重要的这个议题。那么中新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有巨大的潜力。王毅访问越南时就曾提到南海问题及中越的团结合作。9月11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王毅时就明确表示，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双方要携手并肩，克服困难，实现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在周一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也介绍，王毅在越南强调，中越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越方感谢中方提供疫苗援助，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中的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商谈，为维护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外界注意到，王毅此次对越南、新加坡展开访问的时机很微妙。就在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刚刚结束对越南、新加坡的访问。在哈里斯的这趟东南亚之行中，不管是在新加坡还是在越南，他都在频频挑拨，称中国在南海进行了胁迫和恐吓。但谁都知道，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拉拢越南、新加坡对抗中国。不过，越南、新加坡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更不希望自身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棋子。越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被拉进任何反华联盟。新加坡外长维文在哈里斯到访前就先放话，新加坡是有用的，但不想被利用。那么这种回应充分表明了他们不愿意被一些域外国家作为一个战略棋子，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更重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这个框架之下，实际上是美国一直试图逼迫其他国家进行选边站队，所以越南和新加坡的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对美国的一种有力的回应。它实际上是更看重与中国之间的一种友好的关系，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是对域外国家对美国释放的一种信号。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不愿意被人利用，是因为与中方的合作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近日，在中国帮助下，柬埔寨还突然拥有了一个世界第一，金边成了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首都城市。柬埔寨主流英文媒体《高棉时报》、《柬中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作为柬埔寨的铁杆朋友，中国陆续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新冠疫苗。迄今，超过70%的柬埔寨人口已接种疫苗，约有200万人口的首都金边因此被列为全球接种率最高的首都城市。为此，柬埔寨首相洪森9号在广西南宁举办的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特别感谢在疫情期间向柬埔寨提供无私援助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他表示，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柬埔寨即将建起群体免疫屏障。9月12号，王毅同洪森共同出席了中国政府援柬体育场项目交接仪式。洪森在柬埔寨全国电视直播的长篇致辞中表示，有些人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柬埔寨，对柬中友好关系指指点点。柬奉行和平共处和中立原则，希望同所有国家交好，不想与任何人为敌，并不拒绝任何国家帮忙。但中国为柬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替代，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柬埔寨不依靠中国，还能依靠谁？洪森还特别提到，任何外部恐吓诱拉都不会动摇柬发展对华合作的决心。柬方表示，中国是柬埔寨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兄长，为柬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替代。洪森首相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在今天我们面临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看得出来，就是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声音，也强调简中关系这种坚不可摧的友谊，和实际上也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巨大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洪森首相的这个表态非常及时，也很重要。王毅还表示，中方希望检方明年出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同东盟国家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商谈，制定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实质有效的准则，彰显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意愿、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王毅9月10号起正式访问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4国，引发外媒高度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称，王毅访问的这几个国家对中国和美国均很重要。在过去几个月，美国高官曾3次访问东南亚。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称，中国外交官向东南亚各国政府传递了一个相当简单的信息：中国生存在该地区，美国不在。这一次应该说是王国伟今年以来第2次到访东南亚啊。那么应该说这个一定程度上表明东南亚是我们周边外交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在这一次再加上了一个韩国，那么充分表明从东南亚到东北亚这整个周边地区，或者说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一个首要或者优先位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中国在与美国竞争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时占上风为题发文称，王毅在访问期间确认对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政治支持，这有助于中国获得新的外交红利，包括在与美国竞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时获得优势。文章提到，即使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也稳稳地成为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后疫情时期，建立经贸关系尤其重要。朝鲜官方媒体周一报道称，朝鲜方面在刚过去的周6、周日成功进行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试射。对于朝鲜在拜登政府上任后的第4次导弹发射活动，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朝鲜的举动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但分析认为，巡航导弹发射并不违反联合国对朝决议，属于低强度武力示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试射取得圆满成功。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沿着在朝鲜领土和领海上预定的椭圆及8字形飞行轨道，共飞行7580秒，而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界限的目标。总体而言，武器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朝中社说，远程巡航导弹是在完成朝鲜劳动党8大提出的国防科学发展及武器系统开发5年计划的重点目标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武器。过去2年来，成功进行了细节部分的试验，数十次的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各种不同的试飞、制导试验、战斗部威力试验等。报道称，这一武器系统的开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使朝鲜拥有能够更加坚定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的压制敌对势力的反朝军事活动的又一个有效遏制手段。根据朝方发布的导弹试射照片，该巡航导弹由发射车发射，其空中飞行的照片可以看出，该导弹的外形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非常相似。分析人士也纷纷猜测，朝鲜此次试射的巡航导弹是否具有搭载核战斗部的能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就认为，这将是朝鲜第一枚被明确指定为战略角色的巡航导弹，这是对具有核能力武器系统的常见委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同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之全日好一起观摩了导弹试射，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现场指导发射活动，也没有在导弹成功试射后表示祝贺。根据朝鲜媒体的公开报道，金正恩自2016年以来现场视察了北极星1和北极星3潜射弹道导弹，以及北极星2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的试射活动，以及指导了火星14和火星15两型洲际导弹的试射。这些导弹在朝鲜方面看来都属于战略利器。这表明就是近期以来，那么朝鲜在这种对外示强方面其实是有所保留、有所克制。那么一方面呢是希望
去宣示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力量，但另一方面呢，也不希望就是说它的这种强硬招致这个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强力的这样一个打压或者是围堵。另一不同寻常之处就是，一向对朝鲜各类导弹发射活动非常敏感的美日韩方面，无论是军方还是情报机构，都没有在朝方所宣称进行试射活动的2天公布监测到相关活动的信息。甚至有分析认为，朝鲜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使其拥有了在导弹预警雷达监测高度之下或监测范围周边飞行的能力。言下之意就是，美日韩方面并没有监测到此次试射活动。不过，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林胜利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拾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策略，不让朝鲜方面将相关活动作为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不排除是美日韩协商后主动进行了低调处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呢，此次试射是这种远程的这种巡航导弹，没有违反那么美国所推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制裁的这样一个决议，所以呢也不必要做出一些过激的这样一个反应。美军印太司令部事后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得知朝鲜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正在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并同伙伴国家密切磋商。朝鲜此举强调其继续致力于推进军事计划，并对邻国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美国对防御韩国和日本的承诺坚如磐石。今年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4次导弹发射活动，其中第一次是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2天后的1月22号，试射的也是巡航导弹。另外2次分别是3月21号的巡航导弹试射，以及3月25号进行的短程弹道导弹试射。而就在本周，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金盛、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和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奎德将在日本东京举行朝核问题首席代表磋商，讨论重启朝核对话的方案。这是3国朝核问题首席代表时隔近3个月后再次会晤。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那么应该说和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截然不同。那么他这种政策更像是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不会轻易的与朝鲜进行一种高层次的零和的这样一个对话。那么这也使得这个朝鲜想去寻求和美国这种关系的改善，那么会缺少一些机会。另一方面，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今年以来多次发表谈话，谴责美韩联合军演使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危险。而针对韩国国防部月初发布的2022年至2026年国防中期计划，包含将相继研发和部署威力和精度大幅提升的地对地、舰对地等多款弹道导弹的内容，朝鲜外宣媒体回声周日的文章就批评，韩国当局把对话与和平挂在嘴边，但实际上在和平烟幕之下磨刀霍霍向同胞。而在本月1号，在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的主管下，韩国海军岛山安昌号号潜艇首次非公开进行潜射弹道导弹水下试射，并取得成功。这标志着韩国事实上拥有了潜射弹道导弹，成为第8个突破这一战略性国防技术的国家。美国总统拜登5月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宣布，不再对韩国发展弹道导弹施加限制，试图通过这样的利益交换，把韩国绑上印太战略的轨道。由于此次朝鲜试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意味其可覆盖日本大部分地区，这也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援引航空自卫队前司令官永岩俊道的话称，该导弹的打击范围可以达到东京。永岩俊道还补充称，该导弹具有防区外打击能力，从战术层面来说是高效的导弹。巡航导弹虽然航速不快，但是因其具有超低空飞行能力，所以难以被雷达侦测到，对日本构成威胁。日本需要尽快解析该导弹的性能。事实上，日本一直通过渲染朝鲜导弹的所谓威胁，以达到配合右翼势力修宪，从而获得主动攻击、先发制人的能力。有分析就指出，由于决定日本下任首相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即将举行，长期鼓吹修宪的自民党势必不会放过这次炒作的机会。各候选人若借机释放对朝强硬的表态，对地区局势的稳定会带来负面影响。对于朝鲜的导弹试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不断推进
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下个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朝中社今天表示，朝鲜周末成功地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验，您对此有何解读？我认为这是远程巡航导弹的成功试验，意味着朝鲜正在以打擦边球的方式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来发展自己的战略威慑能力。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仅仅是禁止朝鲜研发与试验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并没有明确禁止朝鲜研发巡航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朝中社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其保障国家安全、遏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挑衅的重要战略意义。这实际上是在向外界暗示，这次远程巡航导弹的成功试验，不仅可以丰富朝鲜军队打击与威慑敌人的手段，也就是除了弹道导弹之外，朝鲜还具备了巡航导弹的研发与生产能力，而且它未来是可以搭载核武器的。而在我看来，对于朝鲜成功试射远程巡航导弹感到最为担心的，应该还不是美国，而是跟朝鲜近在咫尺的日本与韩国。因为跟弹道导弹比起来，巡航导弹的射程与威慑力都要稍逊一筹，但是它的射程涵盖整个韩国以及日本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由于巡航导弹具有超低空飞行能力，难以被雷达所侦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试射巡航导弹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做出必要的反应，仅仅是在朝鲜方面主动对外公布之后，他们才回过神来。这就说明，对于这次试射，美日韩的反导系统有可能并没有侦察到。而越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日本与韩国越是会头皮发麻，倒吸一口冷气。那在您看来，朝鲜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机点上试射远程巡航导弹？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朝鲜这次试射巡航导弹的目的，可以从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来看。从军事层面来看，我认为主要是对美韩近来一系列军事动作的战术性反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是在上周，韩国成功地试射了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潜射弹道导弹，成为全球第8个拥有潜射弹道导弹的国家。潜射弹道导弹也是属于战略核武器之一，它有别于传统的陆基导弹，可以从难以侦测的潜艇上发射，可以在本国受到核武攻击之后保存第二攻击以及报复能力。朝方认为，韩国研发这种大杀伤力的导弹，对朝鲜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慑，因此必须要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制。二是韩国国防部近期发布的中期国防计划，其中包含了将会研发和部署威力和精度大幅提升的地对地、舰对地等多款弹道导弹计划，旨在应对朝鲜的核武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三是虽然朝方已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抗议，韩美两国仍然决定在本月16日启动联合军事演习。虽然由于疫情的缘故，这次演习主要是以电脑虚拟的模式来进行，不会实施实兵机动演练，是属于防卫性质的例行演习。但是朝方认为，这违反了3年前金正恩与特朗普以及文在寅达成的相关默契与共识。因为几年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当时的总统特朗普曾经达成过美韩不向朝鲜发出进一步的挑衅，尤其是不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以换取朝鲜冻结核武器与中长程导弹试验。因此朝方认为，在美韩联合军演已经破坏了这一共识的情况下，朝鲜也就没有必要再遵守共识了。而从政治层面来讲，我觉得朝鲜这次试射远程巡航导弹的目的有2个，其一是表达对美日韩这几年来拒绝放松对朝鲜经济制裁的不满。这个月初，朝鲜已经再次向美方提出要求，
包括撤销部分对朝进出口贸易的国际制裁，不准朝鲜出口矿物质，以及进口石油禁令等等。其二是，朝鲜正在以这样一种方式，试图打破近年来美朝契合谈判所陷入的僵局状态，或者换句话说，朝鲜想要以这样比较激烈的方式，逼迫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奎德将于明天在日本与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金正、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船越健裕举行朝核问题首席代表磋商，讨论重启朝核对话的方案。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其实我一直认为，拜登政府对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兴趣其实并不大，他们一直采取的是安抚与稳定住朝鲜，以维持当前半岛现状的对朝策略。这一方面是因为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更了解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他们基本上断定朝核问题在短期内是无解的。另外一方面，这是因为拜登政府当前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对付中国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不想挑动半岛问题，以免分散了自己的精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日韩为什么又急着要在最近几天开会讨论重启朝核对话的方案呢？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朝鲜在上周末成功地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射，而是因为当前半岛局势，尤其是朝核问题出现了一个让美日韩感到非常尴尬也非常棘手的变化。这个新变化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发表报告，以及美国卫星观察到的结果显示，自从2018年12月起没有启动过的宁边核设施，7月份出现了重新启动的迹象。假如朝鲜在此基础上再来一次地下核武器试验，那不仅整个东北亚的局势都要为之一振，而且美国政坛上也将因此而发生地震。因为阿富汗撤军失败而陷入焦头烂额状态下的拜登，将不得不再度承受朝鲜核试所带来的新一轮冲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日韩才不得不临时抱佛脚，手忙脚乱地开始讨论重启朝核对话的方案。周一，深圳市推进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深圳贯彻落实前海方案具体举措和进展成效。方案明确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其中涉及探索允许符合条件的港澳和外籍人士担任前海合作区内法定机构职务等7项任务。观察指出，这有利于港澳人士充分参与前海管理，建立利益共同体。有香港智库机构认为，前海的重要性超出了它的规模，是香港社会必须明智抓紧的机遇。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秦伟忠表示，推进前海开发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对前海发展十分关心，党的18大以来，先后3次到前海视察，每次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前海模式和生机勃勃发展态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前海开发开放的重要论述精神，抓住扩区和改革开放2个重点，举全市之力推进前海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发布会上，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敏介绍了深圳市推进全面深化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了12个领域、44条措施，并落实落细为203项重点事项，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包括对标世界一流，细化2025、20352阶段发展目标，突出放权赋能，促进深港澳产业联动发展。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联动港澳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化城市新中心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一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访时表示，前海方案为香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也将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扩区后的前海是120平方公里，就是等于1个半香港岛。前海方案写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希望这次前海的扩区能够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无论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或者是这个加强跟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系，必须要我们香港的市民感受到这个他是一个中国人。截至目前，前海累计注册港资企业1.15万家，注册资本1.28万亿元，实际利用港资占前海实际利用外资的92.4%。随着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2期建厂开放，这里的創業空間持續擴大到14萬平方米，累計孵化創業團隊超500家，其中香港團隊245家。呢度有好多其實好唔錯嘅一啲嘅產業政策，去支持我哋創業者去發展嘅，無論一啲譬如租務嘅補貼啦，無論一啲俾到企業嘅一啲嘅譬如貸款嘅支持，都係對我哋作為一個創業者係一個好利好嘅因素咯。方案明確創新合作區治理模式，其中涉及探索允許符合條件的港澳和外籍人士擔任前海合作區內法定機構職務等7項任務。觀察表示，這有利於港澳人士充分參與前海管理，建立利益共同體。過去前海跟香港的合作呢，更多的是一個物理上的合作啊。這一次呢，通過治理體系的合作呢，實際上變成一個化學反應式的合作啊，真正把深港在治理體系上的各自的優勢呢，能夠結合起來啊，發揮最大的效用。香港《星島日報》指出，香港要把握前海合作區的機遇，未來必須克服2大挑戰：一是提升香港速度，內地發展被稱為中國速度，前進猶如高鐵般高速，香港必須大力加快決策及發展步伐。二是要主觀上積極與深圳融合發展。香港亞太經合組織貿易政策研究小組執行董事杜大偉在香港南華早報刊文指出，前海的重要性超出了它的規模，它在整合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區域的法規和機構，以提高效率方面具有極大潛力。因此，前海是香港必須明智地抓緊的機會。前海現在提供的是經濟特區內的經濟特區的重大機遇，為支撐香港作為大灣區重要引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要想抓住機遇，就必須該出手時就出手。如果任由拖延症發作，就只會坐失良機，追悔莫及。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相繼發布，藍圖也已繪就。兩個方案帶來哪些發展機遇？面對中央賦予的新使命，粵港澳3地該如何貫徹落實？直播港澳台欄目推出新使命大未來港澳名人系列訪談。今天帶來深圳衛視駐港記者秦月對前港交所總裁、滴灌通創始人李小加的獨家專訪。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2018年來到前海視察的時候，李小加都曾在現場見證。李小加說，習總書記對前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希望。李小加還從國際金融市場運作的角度指出，前海在國際規則互通共融上大有可為。那您觉得这个现在在当下有什么样的时代一个机遇？然后它为什么在现在，然后说这个要这个加大全面推动这个前海的这样一个部署呢？我们以前是只能从人家那边拿，后来呢是从人家那边学，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能够在中国的这个市场里边呢引进一些新的规则和逻辑，然后呢，我们的基础的原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带来的机会也是源于中国的发展的动力的带来的机会，但是我们很希望呢，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游戏能够有一定的国际规则，能够有一定的国际的场景，让别人来玩呢，尽管人家玩的是你的游戏，但是呢，这个规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李小加不仅是前港交所总裁，还是前海合作区咨詢委員會委員。多年來，李小加見證了前海的巨大變化。他將這次的擴區形容為前海發展又一次新的大的提速。我们想給您看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其實就是您當時是站在習主席的後邊，就是前海那個地方，是吧？我們其實想聽一下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您感覺到習主席或者咱們中央領導人為什麼對這個前海這個地方情有獨鍾？另外就是說，您剛才說到依照咱們中國這個基礎的邏輯，然後就是希望發展前海這個地方。您覺得在那個時候，18年的時候，習主席是不是他已經就着這個基礎的邏輯，希望這個在這個前海這個地方進行一個部署？對，我就當時有很深的感覺。習主席呢，首先對於前海呢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同時呢也有一種特殊的希望。前海當時一直是說
能不能引用一种新的制度？因为充分的认识到呢，大陆法体系和一个海洋法体系，前海离香港最近，这两个制度之间最容易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两个制度中间呢，没有什么好坏之差别，它是不同的。就跟德国、法国是大陆法，日本是大陆法，而英国、新加坡、美国、这个香港，这都是海洋法。那中间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就是在做事情的上面。那么呢，一个是白名单制，一个是黑名单制。那黑名单制呢，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件事没有说不允许干，你就基本上可以就先往前尝试干。不行了，有问题了以后呢，再把它放到黑名单上去。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你要想成为一种真正影响全球发展的一种经济体呢，你必须大家也都能来玩。那么呢，就意味着呢，你既然想让大家都来玩，但是越多越赚钱的基础逻辑在你这儿，但是呢，你也很希望大家的参与。那这个时候能不能早早的把这个你的规则能够和别人的规则有个更清晰的一个互融互通，这个互相的兼容？那我觉得这个，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感觉，习主席对于前海，它是另外一种思路，就希望你们呢是能够拥抱世界，最后也让世界拥抱这个中国。李小加以香港的金融债券市场为例，分析在内地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础上，前海可以在国际国内金融规则的衔接方面取得的关键突破。现在在香港发展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将近1万亿美金的这么一个债券市场呢，是大家不是很熟悉的。但这个债券市场很有意思呢，这个债券市场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玩，然后这基础的经济逻辑是内地的发展，但是它的货币的根基是美元，交易的规则是西方在国际的这种规则，但是是中国的投资者买中国的发行者，然后在香港进行交易。为什么这个前海这个作为一个第3层次的发展很重要呢？就是越来越多将来有可能啊，是我们就是底层的经济逻辑，是我们中国的经济逻辑占主导。要么就是发行者是中国人，投资者也是中国人，做的事儿也基本上是那经济上的这种估值的基础也都是本身内地的经济发展。那和美元扯在一块儿干什么呢？那他还有的时候是希望一种这个国际的规则，国际的规则来了以后呢，你就有可能有一天把国际的人带进来。我们就感觉这个金融市场，它其实我们所谓的这种东西方文化、这种意识形态，它其实并没有在金融市场这么强烈。对金融市场的强烈，你说这个非常对。金融市场就2个逻辑：第一，在哪儿赚钱的逻辑；第二，以什么规则来玩的逻辑。钱就为2个事儿来一个市场，钱从哪儿赚？第二呢，赚完了以后这个规则是怎么玩的？那这是他关心的。规则如果不喜欢，再有钱赚他也不一定来赚。规则很好，没地儿赚钱了，那他那地儿对他也没有意义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多的你要做金融，你要是钱没有中国，就你带不来你真正的经济的回报。但是如果中国一定要坚持大家都跑到中国国内的内地的规则来玩的话呢，你就可能限制住很多人的参与。我觉得所以说能够逐渐的在大湾区通过横琴和前海、香港和澳门之间有机这么联动，也许能找到一片这种海水和淡水相交接的地方，这里边的海鱼和淡水鱼都可以在这儿有机会。这可能是我觉得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吧。在谈到横琴方案与前海方案的对比时，李小加强调，澳门的优势在于一身轻，发展动力强劲，因此香港更不能一味守成，要抓住前海合作区的机遇。实际上我看横琴仔细地读了这些文件，我觉得也是贯穿在其中的基础逻辑也都是非常清晰的。澳门有一个新的最强项，就什么都没有，有的时候反而是强项了。尤其是今天的互联网的发展，就互联网怎么能够和传统的重大的行业和科技和金融怎么有效的结合的话呢？特别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来临的时候，你能够跟着这个新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逻辑来走起来，你就走得比别人快很多。所以我们香港一定不能守成，对吧？我们的过去很强大的东西做好了，
又可以让我们新的发展，做不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因为你总是觉得瞻前顾后。很多事情不想搞新的，觉得我们今天搞得已经很好了。这个其实我也看到一些深圳的网民也说，这个其实就说澳门这一张白纸其实最容易出成绩，现在反而是前海这个地方，它在已有的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再做一些创新改革。其实大家就觉得这个其实是重任在肩。我们都说这个制度改革，它其实也是像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现在这个前海这个地方扩区是扩成8倍，突破点是在哪里？实际上3、4年前、4、5年前呢，这个已经到了可以起飞的时候。那可是恰恰我们这几年香港和这个香港的社会问题啊，和后来全球的抗疫啊，整个这几年呢，说实在的耽误了好几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要做好充分认识的。但这次你看，它的这个基础逻辑是扩区，那它就是说什么呢？我在时间上暂时突破不了，我先在空间上突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上的一个举措。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深圳市举行推进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新闻发布会，市长秦伟忠率相关负责人全面介绍深圳市制定的贯彻实施方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用句热门网语来表达呢，前海与红旗这段时间就是那2个最靓的仔。那么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2份发展规划目标方案，上周正式公布以来呢，前海与红旗就一直是各方的舆论焦点，是顶流关注，那么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具体到前海，今天深圳市长秦伟忠在记者会上再度强调了这一最核心的事实：推进前海开发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新华社上周呢发布的重磅长文也特别披露，总书记的前海园始于2010年，当年1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对深港合作开发前海地区的意见上作出批示。那么长达11年多的谋划、部署与推动，有了现在这一份沉甸甸的前海方案。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呢，推进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这是顶层设计，是国家战略，是国家在新征程更高起点上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举措之一。那么也是总书记精心设计的高质量发展新考卷。那么从今天秦伟忠及相关负责人的表态与披露来看，深圳对举全市之力打好这份考卷，对全面落实地方责任主体的目标任务是沉竹在胸，是信心满满的。今天呢，秦伟忠具体谈到了深圳谋划推进12个方面的44条举措，将国家顶层设计细化分解成地方执行层面的71项重点任务，203项近期重点推进事项。总括起来，这就是深圳市制定的一揽子贯彻实施方案，是深圳在提笔解答前海考卷。当然了，答题并不意味着解题，那么深圳最终将会交出怎样一份前海答卷，还有待时间来检验。而深圳该如何答题，以怎样的状态答题，事实上呢，总书记去年在前海召开的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也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呢，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总书记勉励深圳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那么一张完美的前海答卷，无疑就是这新版春天的故事，也一定是全世界再次瞩目的新发展奇迹。前海方案对香港未来同样至关重要。今天，前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也特别谈起3年前在前海的观察体会，称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前海有一种特殊感情，也有一种特殊希望。您对此又是如何解读呢？前海方案对于香港明天有多重要？前海机遇对香港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甚至是最具紧迫感的声音来自香港《大公报》的这个社评标题。前海过后无艇搭，香港必须趁势而上。前海过后无艇搭，当然是比照那句耳熟能详的广东话俗语“苏州过后无艇搭”。4年前，在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引用了这句广东话，勉励香港同胞珍惜机遇、抓住机遇，更让苏州过后无艇搭呢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那么如果对照此后数年香港的沉沦蹉跎及至由乱而至，我们就更加能体会到港媒大声疾呼前海过后无挺搭的良苦用心。我认为李小加他的切身观察呢，也是对港媒疾呼的另一种呼应。这几天前海画面持续刷屏，有些人都注意到总书记3年前再度视察前海，李小加就是在总书记身后笑得很投入的那个男衬衫。当时呢，作为港交所总裁的李小加为什么会出现在总书记再次视察前海的历史性现场？实际上呢，这也并不是李小加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总书记，他也曾经在中英领导人的共同注视下，代表港交所与伦敦证交所方面签署中英证券合作协议。李小加得以2次在重要场合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零距离，这当然得益于他港交所总裁的身份。那么这本身就是对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机遇与可能的生动诠释。李小加今天以3个不同阶段来阐述中国改革开放，当然了，他也强调这是他从香港角度的一个个性观察。但是呢，他特别以历史在场者的身份谈到，总书记对前海有一种特殊感情，也有一种特殊的希望。前海不仅是要让别人进来，也要走出去，是要让前海更加能够拥抱世界，也让世界就此更能够拥抱中国。我认为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到位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么就时代进程而言，我们的改革开放确实站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阶段，它不仅是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同样也有这样一种发展自信，要向外部世界来贡献我们的治理经验与方案。瞄准世界一流的前海，当然就承载着这样一种重大使命。在前海曾经站在总书记身后的李小加，他显然呢对此有最深切也是最个人化的认知体会。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澳门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的初步投票统计结果周一凌晨揭晓，初步产生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议员共26名。澳门中联办发言人、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周一发表谈话，祝贺澳门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发言人指出，澳门第7届立法会选举贯彻了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整个选举过程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生动体现。在澳门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中，直选部分当选的14名议员分别是施家伦、李静怡、高天赐、郑安婷、梁鸿禧、黄洁珍、宋碧琪、梁孙旭、谢世宏、林宇涛、罗彩燕、严义恒、马耀峰、李良汪。央视评论指出，在乱澳者被取消资格之后，共有126名候选人竞逐14个直选议席，竞争依旧激烈。但是与以往相比，选举竞争的主调有了显著的改变。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有效提升澳门治理效能与促进社会和谐来展开，而不再是哗众取宠的以攻击政府为卖点、以撕裂社群为号召的竞争。澳门立法会选举贯彻爱国者治澳原则，改变选举风气，提升选举格调，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以土生仆人、公务员等组成的参选团体新希望，在本届立法会直选中取得2席，是继2013年第5届后，该选团再获2席。第一候选人现任议员高天赐形容成果属于大家，感谢澳门居民支持。澳门分析称，高天赐是澳門立法會唯一的土生仆人議員，體現了在一國兩制下最大程度的容納不同意見。對我哋新希望嘅信任，我哋係感受到嗰個責任，亦都嚟緊嘅日子，我哋會履行呢我哋所選舉期間承諾啲政策嘅，尤其是我哋政綱裏邊啲大原則咧，例如咧房屋啊、醫療啊、交通啊、社會保障。同埋有素質嘅教育嘅嗰方面呢，我哋都會一二呢喺議會會提啲有建設性嘅方案呢俾政府，希望政府可以參考呢嚟去提升我哋澳門整體澳門市民嘅生活嘅質素。外界觀察到，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有7名新人當選直選議員，佔了直選應選名額的一半，與過去歷屆選舉相比，新陳代謝率極高。澳門本地媒體新華澳報評論指出，這些新人的職業結構較為均衡合理，讓行政長官賀一誠在根據選舉結果而決定委任議員的人選時，有了較為廣闊的甄選思考空間。
比如，因为在当选新人中有教育工作者，因而行政长官在甄选委任议员人选时，无需再考虑教育领域的人员。因而，这次在全面实行爱国者治澳原则下的首次选举的实践，体现了优化结构、提高品质、充分发扬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民主，将有利于特区政府的施政畅順。新一屆立法會14個直選嘅議員，亦都有好多新嘅面貌。我相信呢，對於新嘅面貌、新嘅思維、新嘅人士，佢哋嘅所諗啊，同埋代表嘅界別呢，都會帶嚟一個正面嘅方面嚟去改善我哋澳門嘅狀況。目的呢都係希望呢有個福祉俾我哋澳門市民呢，改變佢哋現階段嘅生活嘅條件，同埋希望佢哋住得開心。所以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嘅。我們強調呢，就是愛國者治澳，所以說呢，進入立法會呢，是培養愛國者呢，就培養這些政治人才最好的一個場所。所以這一次的換屆選舉之後呢，我們看到很多新的面孔，這些人呢，也可以在立法會呢得到歷練，將來呢也會更好的來為澳門人來服務。此外，這次選舉恰逢橫琴方案公布後不久，1周之前，橫琴方案橫空問世，頓成澳門選城第一熱門話題，幾乎無人不談橫琴。大家高度關注這一方案帶給每一個澳門人的新發展機遇和生活空間。評論認為，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立法會選舉，選民們對候選人的能力、才幹無疑有着更高的期望與要求，期待他們在推動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改善社會民生等方面，能夠找到真問題，提出真見解，並促進解決問題。對於新的一屆立法會議員來說呢，也需要更好的呢為澳門市民服務。另外呢，也需要把握機遇呢，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呢，就是融入大灣區的發展。而家嘅橫琴嗰個新嘅合作嘅模式係相信呢帶嚟一個新嘅機遇，無論喺國內嘅商人、葡語國家嘅商人同埋澳門呢三地呢係有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機會嚟去發展嘅經貿咯。我相信未來嘅日子係會越嚟越好喺呢一方面嘅發展。